看不见的战争，呼叫器爆炸揭开资安危机，神秘的8200部队暗中渗透行动，未来无人中程僚机会不会因为骇客入侵反噬己军呢？谈军说事，军武透视，在军事面前卖搞整校委，我是施孝伟，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周二晚上8点。请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也欢迎荧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抖内开小铃铛。好，我们看到了这一次的这个呼叫器的这样一个行动之中啊，在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有相当多的组织里面的这些干部啊，在某一天的这个同一个时间，突然在接收到一个讯息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呼叫器集体爆炸，然后甚至隔了2天。伊朗也说他们相关的这个真主党人员每个人身上所配备的这个传呼机，也就是一般我们称为叫 walkie-talkie 这种东西呢，也跟着一起爆炸。那这些爆炸其实呢变成一种可以算是一个恐怖行动。所以呢，到底是谁在后面发动了这一场恐怖行动呢？众说纷纭。但是呢，基本上来说，大家都把这个目标共同指向了谁？指向了以色列的8200部队。那以色列8200部队他们是怎么办到这一次呢？利用呼叫器进行这样的一个恐怖攻击呢？那因为由于是恐怖攻击，我们现在必须要先说，以色列至今没有人承认这个事情是他们干的，因为这个事情它由于这个牵连甚广，数千名的真主党的干部，包含可能在家跟家人共处，可能在外面购物，或也有可能的确是在他的这个组织里面进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呢，同时的传呼机爆炸，造成了非常多的伤亡，而且呢，很多这个伤亡其实甚至还伤及了无辜，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恐怖攻击行动。也因此，即便是真的由8200部队做的，他们也不敢承认。那当然了，8200部队它到底是怎么办到这件事情呢？那现在我们觉得呢，最有可能的路径是什么？也就是当真主党他们现在因为了解到现在这个通信科技会有一个问题，它不管你利用网络、email 或各种的社群软体，例如像 Line 啦或者这种通讯软体，它一定会留下这种所谓的叫做数位足迹，也就是说你的数位的这个路线走到哪里，可以非常的容易透过渗透或者是骇进你的电脑去查出所有相关的动态。但反而这种非常原始、非常的这个简便的这种通讯方式呢，透过一个广播的方式传播一个讯息到所有的这个接收机的手中，接收机收到这个讯息就知道该如何一起行动的这个情况下呢，今天真主党这个组织要你做什么事情。不过呢，8200部队其实说真的也是以色列部队里面进行这种所谓的情报战非常深入，而且呢经营甚久的部队。他的部队早期是以这个监听为主，但是现在呢，他转而做这种资讯作战，或是资通讯作战，或甚至于是像网络作战。也就是说，以色列里面他会把全国有这种资讯能力的这个年轻男女通通集中到这个以色列国防军里面这个8200部队，然后呢让他们去做什么？去专门做类似像骇客啦、网络渗透啦等等。那这种骇客跟网络渗透，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般呢像是这种所谓的僵尸病毒。但是当然，你点了这个僵尸病毒对方接管了你的电脑以后呢，他可能去盗取你的这个里面的资料，可能是把你的硬碟封锁起来，然后告诉你说，如果你不付赎金，我就把你的硬碟毁掉。或者是呢渗透进去以后，直接渗透到你的网银账户，然后把你的钱全部盗取一空这是一般的这种僵尸病毒做的事情。但是像8200部队呢，他们如果说透过这样一个僵尸病毒的话，他并不急于让它发作，而是呢借由监控你这个网络操作者或者电脑所拥有者，然后你到底在干什么，你们是不是在策划什么阴谋，他也会利用包含类似像监听的手法。那像因为那个8200的驻地有一个非常大的通讯监听阵列，所以他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方式去监听周边国家一些相关的讯息，而里面只要出现一些关键字，那这个时候电脑就会自动把这个关键字抓出来，然后对于提到这些关键字的这些人呢，加以详细的这个追踪。我相信8200其实早就已经对真主党人因的情报可以说做得非常的深入，也就是说真主党是谁领导，有哪些重要干部，然后整个真主党领导体系的树状图都已经把它非常精确的定位出来。那所以当真主党他们内部察觉了这种所谓的数位足迹
会让他们在进行对以色列不利的行动的时候，很容易查获。所以他们反过来退而求其次，退回到这种通讯的石器时代，运用到类似像这种 BB Call 呼叫机，它可能给你传递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文字讯息，而且它是透过广播的方式。好，这个时候8200部队认为机会来了。为什么说机会来了嘞？因为其实过去这种关于 BB Call 机或者这种通讯的这种传呼机，是不是能够拿来做炸弹的这种事情早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做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个传呼机它可能是一个特制的传呼机，而且它也可能在市场上专门有一个真的这个型号的这个传呼机。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BB Call 机呢，它本身它里面的这个线路一定会由这个8200部队加以重新设计。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时间，它要让这个传呼机能够正确的接受它的讯号跟指令。但是呢，等到关键时刻，8200部队要引爆 BB Call 传呼机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这个传呼机会接到一个特殊的讯号，当接收者按了接收或是读取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另外连到一个炸药的通路呢，就会把它接通，而且接通以后立刻爆炸。它里面其实是装的东西并不多，大概可能是一个3盎司或2盎司左右的这样一个炸药，也就是非常非常少量，大概了不起10公克上下。但是呢，它里面除了炸药之外，它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小的这个钢珠呢，在它的这个炸药周边。也就是说，炸药一爆炸，不仅仅是炸药能引爆之外，里面附带的这些小的这些钢珠呢，还会向外以非常快的速度飞散出去。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小钢珠跟它的这个炸药就会给这个带有这个 BB Call 机的人非常大的这个损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 BB Call 机来讲，你要么就放在口袋里，要么就放在腰间。如果说他来了，逼了，响了，你低头一看，是作战讯息，按下去，滴嘣。那不得了，你马上可能就被炸得瘫软在旁边。所以在这一次的攻击行动中的确有数千人受伤受伤人数相当多，其中也有9个人当场被炸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BB Call 机的这个炸弹其实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当以色列得知真主党要采购Call机的时候，那当然他们就会利用身份的这样的掩护，制造一个 BB Call 机的提供商，然后呢跟真主党的人接头。也许可能这个真主党人已经跟他联络过好几次。那之前所有买的东西都很顺利，买的东西都很正常，但这一次以色列可能就专门为这个真主党的购买者呢，去设定了一款这个特制的这个Call机人手一个夺命Call机。对于8200部队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像几年前伊朗他们在进行核子原料提炼的时候呢，他们会用到一个东西叫做离心机。那个离心机呢，就是把这个放射性的元素放进去以后，透过它的高速旋转，把这个比重比较重的具有放射性能够作为核弹燃料的放射性物质呢，从一般的这个矿物之中把它离心提炼出来。那但是呢，这个浓缩铀的这个制造工厂呢，突然发生离心机集体发生故障，然后甚至集体报废。那这个时候其实伊朗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它这个网络基本上完全没有跟外网连接。那这时候其实呢，可能就是它里面的装的这个零件里面呢，本身就有一部分呢已经被像这种8200部队事先进行装置跟设定，采购了由8200部队所提供的一些重要元件。那这个重要元件可能就是控制晶片。那这个控制晶片就有可能8200已经把一些程式写进去，也就是说机器运转到什么状态情况下，这个装置就会启动，让这个离心机的这个高速运转变得更高速，然后把这个机器的马达整个烧坏。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8200部队他们所在做的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你今天有这个违反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想办法得知你的行动，提出预警，然后呢让以色列的这个边防部队防范于未然，或者是透过间谍组织把你处理掉。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8200部队其实他们相当可怕的地方。那当然了，无人中程僚机会不会遭到骇客的这个入侵来反击呢？我个人认为以这种那个中程僚机来说，中程僚机相对来说被骇客骇入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高。为什么？因为以战争或战机来讲，他们彼此之间的资料链，它会用这种所谓的无线网络去进行通讯，而且它这个无线网络本身，它还具备有这种所谓的无线电加密的功能。所谓无线电加密，也就是说，今天我一旦发现你要试图去截取我的这个通讯内容，第一呢，我其实会把我的这个无线电传输的这个密码加以编码。那这个编码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就会大幅的增加你去破解的时间。以通讯方来讲，就是资料链的这个通讯方来说，它也会设定一个叫做所谓的跳频无线电，它马上就从这个频道 A 频段跳到 B 频段或者跳到 C 频段，
让你在进行通讯接收的时候呢，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就能够直接接收到，或者是说你接收到之后呢，你要解码，花上非常长的时间。中程僚机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资料链，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难以破解的。但是你说是不是完全无法破解？也不是，当然也就是由操作方会经常的借由这个通讯协定的更换，也就是更换这个通讯内码，会让它这个通讯这个资讯一直不断的有调整跟变化你外界要能够复制或能够成功入侵，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难啦。所以未来面对大陆的可能的这个军事冲突之中我们的资通电军其实很重要是，当然因为资通电军最近也被大陆方面正式公布了，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资通电军的这个一般的作为也曝光了。但是呢，未来我们资通电军其实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它还是会支援各个军种我们所有相关的这个武器作业的场域之中呢，去侦测敌方呢是不是有对我们不利的电波。也就是严格来讲，资通电军它要打的这种战争呢，是所谓的电子软杀跟电子硬杀。什么叫电子软杀跟什么叫电子硬杀？那软杀的部分呢，就是首先它要能够侦获不友善的这个电磁波，或是电磁讯号，或是这种辐射频谱，然后呢对它进行侦测，而且呢要侦测之后对它进行干扰。那如何做到电子硬杀呢？也就是如果当我们侦测到这个干扰源，或者说是要窃取我们资讯的这个来源的时候呢，那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包含武器的指挥，或是飞弹的这样一个指挥跟定位，去将干扰或是窃取或对我们进行电子作战的发射源，或是它的这个机器，然后加以定位，加以这个摧毁。这个呢，其实也是资通电军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那其实虽然说中华民国号称有资通电军，但整体来讲还是海军、陆军、空军各原先的这个通知这个作战部门要支援原先各通知部队所原先支援的这个军种，进行各种不同形态的这个通知电子作战。其实这种资通电军他们所做的这个战场任务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一般的这种所谓的真正的资讯战或是电子战。现在一般人听到资讯战，好像以为就是骇客嗨来嗨去，然后去把你的这个明网系统加以瘫痪。基本上对也不完全对。真正的资讯作战是要你如何能够破解对方的军网，让对方的军网瘫痪或是没有办法作用，然后呢，让己方的这个部队呢能够占有这种所谓的电磁优势，将对方进行全面的压制。那我们的资通电军做到的就是提升自己的电磁优势，跟避免遭到对方的频谱压制，这个就是我们资通电军所要做的方向。那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俄罗斯在这个俄乌战争其实有获得很多这种美军的这个情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前一阵子嘛，大家都知道在莫斯科嘛这个广场上这个陈列的这个来自于西方的各种武器包括24主战车，然后 M1 这个 A2 主战车，布莱德雷装甲运兵车等等，全部摆在这个广场上供大家去参观。那这些车辆虏获的时候，很多东西并没有彻底的摧毁甚至有很多通信装备这些东西呢都完完整整的落到俄军的手中。那当然，俄军在获得了这些东西之后，会不会把它提供给这个中国大陆？那我觉得呢，其实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高的。也就是因为双方现在既然是在防务上全面的合作，自然而然的会有很多这种资讯交换的这样的作为。对于这个台湾来讲，中国大陆获得了在乌克兰战场上很多珍贵的这个实战经验的话，其实是会对于解放军的战斗效能有非常大的提升跟帮助。因为其实英美的这些部队，他们可能只有少数的佣兵，但是大部分是由训练的方式，让这些乌克兰军人跟俄罗斯人这个进行作战。但是俄罗斯虽然在数量上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他们所能够获得的进展相当缓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英美的这些这个部队，他们过去常年在战场上，因此对战场上有非常多的经验跟实务上的这个能力都可以传授给乌军。那这种战场经验，其实往往在真正作战你要能够在战场上存活到相当时间，才有办法把这些技能转化为他们实际战场上的这个作业的这样一个经验。那这个时候呢，像以这个解放军来讲，解放军从1979年惩越战争以后就没有对外作战过。那这个时候，如果呢有俄国能够提供他们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实际地面作战的这个经验的话，我相信会对解放军陆军地面部队的这个作战效能会有相当大的提升以及帮助。那未来如果两岸之间发生冲突，那这些经过俄罗斯教导跟提点的这个解放军地面部队跟我方的部队遭遇的话，的确会成为我方部队可能非常头痛的一个对手。我们的 iSmart 石孝伟的军武大官，为了要能够更大的服务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在 LINE 社群里面也成立了一个
iSmart 吃校委的军武大官。而且你加入我们这个群组以后呢，就可以得到军事的第一手的这个资讯分析啊。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谢谢大家。